嗨，大家好，我是老魏。很多朋友啊，知道就是越南经济现在发展的很好，很想来越南进行投资进行发展或者做一些生意在私下里也问我我想来越南，想来越南发展老魏，我们一起做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也有人给我画饼，正好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老魏在减肥，不吃碳水啊，画了饼是没用。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和一些就是新认识的朋友去做生意。首先我也不是生意人你给我画饼我也接不住，你的生意呢我也不了解，我也没有兴趣做，所以就是想找我做生意呢，我是真的没有什么意愿的。我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我做生意一直都是亏的小时候做生意亏过，长大了也是一直亏，所以我不适合做生意。做生意这种事儿，就是大家今后别找我谢谢。首先呢，如果您想来越南做生意呢，我倒是可以给您提供一点点建议啊。这一点点建议呢，可能会对您有帮助因为最近来越南这几年来越南做生意的人亏了很多，有很多亏的，有的人亏的比较惨的是回去的机票都买不起了，在这边吃饭都是问题真的很惨的。这种人也挺多。那为了您不成为这样的人，那我建议您还是听一听我的意见。越南社会现在各行各业都充斥着中国的商品，每个省都有每个行业也都有那中国商品在越南人的眼里呢，它是一个低端的代名词伪劣假冒的很多，这个质量不好的很多，价格也确实很便宜，就是又爱又恨吧。在中国人眼里呢，一分价钱一分货。比如我这个东西价格很便宜，我质量一定不好。但是在越南人眼里，越南人认为你这个商品既然称之为商品，那你就应该达到这个商品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质量。我就拿我来说我前几天买了一个充电宝哪里知道的我就不说了买了一个充电宝，价格15万，确实很便宜，但是它标的是2万毫安的那个电量。但是我充到10%几的时候就充不进去电了，然后用的时候也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充一次电那个充电宝没电了，这个非常恼火对这个商品我只想说发克。像这样的产品来到越南了，真的很丢这个一个群体的脸，知道吧？如果说你达不到商品的质量，你就不要在这个充电宝上写上2万毫安。对吧？你最起码你能够达到2万毫安，你哪怕让我充手机充个2次，你一次都充不了。有时候用电的时候很恼火的，手机没电了，充电宝刚充的，我充了1夜的充电宝也是没有电我后来接着充还是没有电，那没有办法，对不对？非常恼火，让人就是很生气，倒不是这一点点钱的事儿。所以呢，我如果再买充电宝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别的国家制造的。对不对？我可能选择日本制造、韩国制造这是我内心的一个选择。比如在化妆品上，越南人就喜欢韩国的商品韩国的化妆品在越南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但是很多中国人非常聪明就是他在韩国注册了一个商标然后在 Made in China， 然后再卖到越南。那这样的话，监管机构也不好监管，因为它有些手续也是合法的。但是呢，它的质量并没有达到韩国化妆品的质量。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OK； 如果有问题的话，被越南警方查出来，那这个东西影响非常非常恶劣，非常大。所以这种事情呢，在越南挺多的。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越南的警察很厉害的，他一旦发现这些蛛丝马迹的话，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查到你了，那后果你要知道很严重的。这种就是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所以你一定不想着你在越南想做生意，做个几年，你结果做进牢房里去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要诚实守信的经商，不要去做一些坑人害人的生意，或者不要做一些假冒伪劣的生意，真的要是按照越南的法律来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希望来越南的朋友能够听到心里去。其实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商品 OK 像模像样的也可以卖，
但是质量达不到。但是越南人认为我花了这个钱了，就应该有这个商品应该有的质量，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越南人和中国人之间其实有很多文化差异的，比如越南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比较懒，中国人在越南人看来，就是说你只会工作不会生活，对吧？这个就形成了这种文化上的反差。那我们不去评判他谁对谁错，那如果你来了越南做生意了，你又不尊重或者说不了解人家的这种文化习俗，那你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来，那你生意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好的。比如开厂的你去管工人，那工人到点就下班了，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我这个活没干完，你凭什么下班呢？对不对？那在越南人看来，我到点我就要下班啊，这就是文化差异。如果你不尊重工人的这种选择，那工人不会给你好好做的，想都不要想，是不是？你要想着工人给你好好做，你要充分的理解他的文化、他的习惯，你要尊重人家，对吧？你加班你要给人家加班工资，然后正常的收入多少就多少，加班是加班，对吧？平时大家要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就很多中资企业啊，或者一些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啊，对越南工人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友好，就觉得自己拿的薪水比你高，然后赚的钱比你多，就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啊。其实他们不知道那越南人心里面怎么想的。其实有很多越南朋友跟我聊过这块的问题，就是他们内心里是非常鄙视这些人的，只不过是现在我要赚钱啊，我只是拿它做一份工作，我做完了工作下班了我就走了，我才不鸟你呢，你算个啥啊，是不是？你从人格上也不比别人高啊，人家可能说，这些越南工人的素质可能都比他高。这一方面，就是你首先要充分的理解、尊重人家的文化，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语言观。如果你真的想在越南把生意做好的话，你除非在越南只做中国人的生意，对吧？那华人之间或者中国人之间来回做这种生意，那 OK，那你不需要学语言。但如果说你真的想跟越南人做生意，你一定要学习人家的语言。首先一点是什么呢？你可以规避被翻译啊，被就是一些心术不正的翻译给坑，翻译吃你的回扣，你不知道啊，所以你要有基本的一个越南语能够交流啊。其实我做生意也不行，我也不会越南语，到现在几年了，我也蛮惭愧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吧，好像中国人到哪里很难融入当地的文化，很难就是去真正的和当地人融入在一起。其实这种确实很难，因为中国人喜欢什么？喜欢抱团，喜欢就是我们要聚众取暖，对吧？但是这个文化差异上就导致了你长期的抱团取暖，跟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就忽略了你和越南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你来到越南生活了，你如果身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越南朋友给你一些指点，你是很难做得好的，对吧？如果你活在一个中文的世界里，在越南生活，在越南工作，在越南开厂，那你可想而知，你的企业如果真的能做得非常轻松、非常大，那是得有多么不现实的一个事儿。还有来越南做贸易的很多中国朋友，把货搞过来，有时候他那个网络渠道都没有打开，销售渠道都没有找到，就着急的去销售。那越南人不着急啊，对不对？越南人做任何生意的人，他都做了很多年，对吧？他是不会急着去和你做生意的。你急，你会产生费用，你的仓储费、公司费、员工费，你在越南的吃喝拉撒啊，特别是很多中国朋友来到越南以后，又习惯不了越南的餐饮啊，习惯不了越南的饮食，那他就是去中餐厅，中餐厅的消费又是高的离谱，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你的支出成本要非常非常高。其实你的商品很便宜，但是如果平摊上你这些支出成本，你的商品就很贵了。你怎么跟越南人做的生意竞争呢？他们房子是自己的，对吧？几乎不要成本，员工甚至都是自己家人，没有什么成本。那你怎么来跟他们竞争？你跟他们竞争的最终结果是你亏损，是不是？还有一块就是越南人和中国人做生意呢，
这个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需要一个彼此信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的。有很多在越南待了10年以上、20年以上的中国人，在越南做生意真的是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有良好的信誉，非常好的信誉。这个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非常好的信誉就导致了他在各行各业去做生意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做啊。他们精通越南话，他们去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长期的信誉的积累，就是别人是信任的。因为在越南和越南人之间做生意呢，有好多是现金往来，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他买了你的商品以后，实际上如果你不负责任的话，你是完全可以走掉的。但是如果之间给你有信任的话，其实你会对这个商品继续负责任，明白吗？所以你新来到越南的中国朋友，你想和越南人之间建立一个信任，你真的需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你如果刨去了这个过程，急于求成的话，你最终是失败的，对不对？所以来越南做生意一定不能急躁，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在这长期扎根的一个心态，就是不能急于求成。你的预期可能在越南3个月或者5个月你可以盈利，那你就想着3个月5个月，你把这些基本的东西你要了解清楚，越南的税收、越南的物流、越南的仓储、越南的工人工资、生活习惯，你再利用这个时间去学点越南语啊，你把这个心沉下来，好好的先把这个前期功夫做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对吧？你如果真的不愿意磨刀，你直接想来砍柴，你的刀多半会断掉。虽然越南经济非常繁荣如果你真的来越南做生意，其实还有好多生意是你没办法做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每个行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各种销售渠道都是充斥着中国商品。你来到了，你没有一个比较优势的竞争，你是没办法过来做生意的。比如一些传统工业上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在越南也是充斥着大街小巷，就是到处都有中国商品的影子。你如果说商品没有特别好的竞争力，你来到了越南了以后，那你很难做起来，真的非常难做起来来越南做生意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那我们下一期呢，老魏就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越南市场有哪些生意是可以做的，就是有哪些生意，是我们能够做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做不了，就不要花这个时间来做越南市场了，就是好好的来越南生活，来越南旅游，来越南轻松一下，对吧？从南到北的旅游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越南的风景真的适合大家每一个朋友来玩。但是越南的生意，如果大家真的想做的话，一定要三思谨慎。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